现在这种房子看得少了。对，是挺少的，都是那种白色的，就是新盖的那种房子了。一般都是新房子，那种房子重新翻掉，重新做好，7几年8几年。而且那种泥巴房子会不会里边会黑一点儿？感觉，它因为它窗户要小。对，黑又黑。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鸟。今天早上6点就起来了哈，然后醒来之后，昨天山上认识的一个朋友发信息说，山上超级大的雾，超级大浓雾，可以不用上去了。那我就决定先去宏村溜达溜达。那宏村是中国有名的徽派建筑村落，它隶属于安徽省黟县，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。距今已经有900年的历史了。宏村是一座牛形村落，看，这是一幅现在宏村的地图哈，这是2个角，然后南湖是它的牛肚子，月沼是牛胃，然后整个村子就是一头牛的身体。最后我的灵魂画笔再给它加4个角，这个一头牛就出来了。其实这是我胡编胡画的哈，人家官方的是一头回首的牛，明显是比我的格局要大。村子的中心广场，也就是牛胃的位置，正是月沼。月沼建于明永乐年间，是汪思齐及其夫人在对村中的水利进行全面规划时修建的。那后边又逐渐开挖，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半月形池塘。正对着月沼就是汪氏宗祠，又叫乐序堂，因为村子里的大部分人都姓汪哈，那自然也是汪氏宗祠占据了最好的位置。这是一座正经的明朝的建筑哈，建于15世纪初期。由于像民宅这种哈，其实很难保存特别长的时间，大部分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的拆了重建。所以村中保留的大部分的建筑其实都是清朝、民国甚至现代的，只是建筑风格一直没有改变。祠堂里除了供奉了汪氏的先祖以外，还有一个特别的存在，那就是汪思齐的夫人胡仲。在古代中国，女性的肖像是很难被挂入祠堂的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大姨是很厉害的。像宏村这个月沼为卫、水镇为长的整个的水利系统，其实是她设计的。当然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哈，女性想做出一番事业，必然是得到了她的丈夫汪思齐的支持。但在整个水利系统的修缮过程中，她的老公都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山西当官的哈。开始动工那年，这位大姨刚刚25岁哈，真的是自愧不如。要不买也试试，要不这个。老板，这是啥呀？桂花糕，怎么卖啊？这个31份。给我来1份呗。这个米是自己种的哈，
虽然看起来没有外边卖的那么好看，但是味道超级好。承志堂是建于1855年前后，是清末的盐商汪定贵的住宅，占地约2100平方米，砖木结构。院中各种功能齐全哈，什么内外院、前后堂、东西厢、书房、鱼堂、厨房、阿玛厩等等，还有专门打麻将的、专门抽鸦片的，佣人、管家、保镖各有各的住处。据说一共花了60多万两白银，然后木雕上镀黄金100两，全屋的木雕由20多个工匠刻了4年才刻完。一句话，忒有钱。看岁月的痕迹，摸着也超级光滑。又是这种凹凸不平的木地板。妈呀，这还有个暗门呢！咱们之前绍兴那一期提到过这个桌子，不知道还记不记得？这儿还有一个小门儿，哇，这地方好棒！这活水养鱼，养的真好哇，还有好多小鱼。像不像早些年还没什么游客的那个丽江和大理，看水挺清的。什么丽江和大理，胡说什么？丽江的那个白沙古镇啊、束河古镇，除了建筑风格不太一样以外，我觉得这真的跟白沙或者是束河特别的像。开始下雨了。一颗漂亮的卷心菜，哈哈，真的好好看，像一朵花一样。哇，多么惬意的村子呀！粉墙黛瓦，庭前有菜地。
在明朝末年的时候，宏村人在南湖的北畔修建了6所私塾，又称一湖六院。然后在嘉庆19年，也就是1814年，这6个私塾被合并成了一个，取名以文家塾，又称南湖书院。清末明初的著名外交官、政治家汪大燮先生就是在此开蒙的。汪大燮在清末的时候曾经担任内阁中书，在民国的时候又担任了驻英国和驻日本的公使，并代理过总理大臣，对当时中国的政局有着非常大的影响。宏村是个不大的村子，一定要沉下脚步，慢慢地体味这片古老土地的宁静与祥和，慢慢地享受，才能感受到不一样的美。明天看看会不会下雪，会下雪，我们继续上黄山，我就不信这个邪了。那今天就到这儿，拜拜。